玄清宗来了个楚楚动人的小师妹，把全宗的男弟子都迷得找不到北了。师兄弟们直接化身舔狗，灵食灵药灵气往他怀里塞，比给祖师爷上供还勤快。而就在全宗人如着魔一般变着花样去哄小师妹之时，我却唯恐避之不及，躲在一旁偷偷修炼。养鱼的女人，我惹不起。没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小师妹的鱼儿还是扔到了我的面前。再打扰我修行，我把你鱼塘给炸了。我叫燕无咎，乃玄清宗宗主座下嫡传第6弟子。不久前，师尊闭关在即，特意传下法旨，命大师兄暂代宗门事务，统筹内外；二师兄则专司督促众弟子修行，莫要懈怠。哪知没过几天，大师兄便带回来一个凡间女子，此女名为苏婉英，乃是我下山历练时偶遇。她父母遭邪修所害，孤苦无依，身世极为凄惨。我决定代师尊做主，将她收入门下，列为玄清宗嫡传弟子，传她宗门功法，也好让她有处安身，日后能为父母报仇。众师兄见苏婉一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忙不迭点头同意。多谢各位师兄啦！我这个七星座乃是师尊所赠，如今就送给你防身了。这个，给你。好师妹，记住这是三师兄送的。必须送。众人不语，只是给我了一个你看着办的眼神。好吧，那师兄就送你个祝福，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师妹，别理他，他从小情商就低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的师兄弟们像是被勾了魂般，竟争着抢着给苏婉莹传道授业，连压箱底的修炼资源都眼不眨地往他手里送。我瞧着众人那副失了魂的模样，只觉荒唐，赶紧找了处清静地方躲得远远的，一门心思扑在修炼上。不是我不贪图美色，只是穿越过来的我骨子里有着对修仙的痴迷。御剑乘风掠过云海不酷吗？指尖掐诀引动万千道法不惊艳吗？都修仙了，谁还有时间谈恋爱啊？于是乎，当大师兄为博小师妹欢心，翻山越岭采集奇花异草，只为给小师妹建造一个花铺时，我正握着令箭在妖兽谷与凶兽缠斗。当二师兄为讨小师妹笑颜，苦啃乐谱学古琴笛箫，只为博小师妹一笑时，我静坐于灵泉边炼气吐纳。就这样，我偷偷内减了近50年，成功摸到了化神境的门槛。这修仙也没比高数难多少啊！哼，谁还不是个修仙小天才了？为了顺利突破化神境，我深入南疆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寻到了能酝养神魂的9叶凝神花。可是就在我回到宗门，拿出9叶凝神花准备炼化之际，却被苏婉瑶瞧见。这朵花好漂亮，种在我的花铺里一定好看。这是9叶凝神花。老六，你从何处得来？大师兄，别那样叫我。老六啊，这9叶凝神花虽然珍贵，但是只有对即将突破化神境的修为才有大用，你留着也没有什么大用，不如把这朵9叶凝神花送给婉英师妹。什么没用？我就要用来突破化神期。哦，难道大师兄看不穿我隐藏的修为？我定睛一看，暗吃一惊，大师兄这么久不见，怎么还是元婴期的修为？在小师妹没有入宗之前，大师兄可是修仙界的风云人物，谁人不知玄清宗的大师兄天赋异禀，修炼100年便到了元婴后期，乃是修仙界有名的妖孽天才。师尊更是将大师兄作为掌门继承人培养，没想到这50年大师兄竟然荒废了自己的修行，真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啊！大师兄，你既然知道这是9叶凝神花，就应该知道这不是能种在花铺的玩意儿。这苏婉英一拍脑门就想种在花铺里，真是猴戴帽子唱戏，想一出是一出，关键还真有捧臭脚的。哼，我会日夜为其输送法力，保证其常开不衰。我闻言默默给大师兄竖起了个大拇指，我愿称你为舔狗界的神。当然，我也不会白要的。这里有几颗9曲灵参丹，就全当给师弟作为补偿。9曲灵参丹以珍贵灵草炼制而成，服之可以巩固元神，增加突破元婴的概率。看来在大师兄的眼里，我还是那个修为低下的老六师弟。大师兄就是这样，除了二师兄，同门之内他从没将其他人放在眼里。可惜我已今非昔比，我已经接近化神了，9曲灵参丹对我毫无用处。大师兄，这些9曲灵参丹
你不说留给我突破元婴时服用的吗？师兄到时候再给你炼制。对不起，我拒绝。你敢拒绝我？你可知道拒绝我是什么后果？知道啊，拒绝你，我就能保住这一朵9叶凝神花。你，大师兄，算了吧，是我不好，不该让你为我为难。不行，燕无咎，我以代掌门的身份命令你交出9叶凝神花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到啊。为了避免再次节外生枝，我快速找到了一个安静所在，将9叶凝神花顷刻炼化。只见9叶凝神花的花瓣化作点点金雾，顺着呼吸钻入我的体内。金雾不断滋养我的神魂，使得我原本虚幻的元婴身形越发凝实。随着咔嚓一声脆响，丹田内的元婴化作一道流光，与我的神魂彻底相融。下一刻，我睁开眼，只觉天地间的灵气流转清晰可辨，连远处山脉的灵脉走向都能感知。我终是突破到了化神期，这回大师兄再跟我这儿那儿的，看我不收拾他！却没想到回到宗门，没遇见大师兄，反而看到二师兄。宗门大门前，二师兄手执3尺清风迎风而立，一副屌屌的样子。听说你得了一个什么花，拿出来。二师兄这副样子，如果在我原来的世界，上次接都得挨揍好几次。不过二师兄狂也有狂的资本。如果说大师兄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元婴，那二师兄就是最能打的元婴。二师兄已见正道，修行路也是一路平坦，一路杀到了元婴期。二师兄你来晚了，那朵花已经不在了。休要骗我，既然你不愿意拿出来，那我就要指点指点你的修为了。走，云斗台上打一架。玄清宗设云斗台本是为了切磋精进，规矩里说点到即止，资源压住。可到了二师兄这儿，走成了他强抢资源的幌子。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陪你玩个大的。怎么，无咎师弟，你不会不敢应战吧？修行一道，最忌未战先怯，力战而败只是皮肉受苦，未战先怯损害的却是道心。既然你想要这块踏脚石，我便成全你。好，既然二师兄如此咄咄逼人，师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。但我想问，若师兄输了，以何为主？我会输，我要是输了，就把这柄紫电清霜送给你，就怕你接不住。好，没有一个21世纪的少年能拒绝这样一把帅炸天的剑。苏婉欣果然在，瞧瞧这架势，众星捧月，真是好大的排场。既然都想看我笑话，那今天这出戏我可得好好唱。婉英师妹，我对你最好，采花采草采星星，师兄我义不容辞。婉英师妹，我对你最好，采花采草采星星。俺也一样。这哪是修仙宗门啊，这简直是大型舔狗团建现场！救命，我的尴尬癌要犯了！你们不要再争了，你们都是我最好的师兄，都是我最亲密的人，不要再说谁对我最好这种话了。把你们的明争化作暗中的关心，请默默的守护我，好吗？好家伙，这群师兄没救了，埋了吧！是我们狭隘了。婉英师妹如此大义，我们竟然只想着争风吃醋，我们简直不是人！救命！这剧情太狗血了！我这双化神期的眼睛为什么要承受这种折磨？无咎师弟，师兄我下手没轻没重，等会儿你要是顶不住了，就尽快认输，也好免受皮肉之苦。那就不劳师兄费心了，咱们开始吧。无咎师弟，接招！万剑归宗，开！元婴后期的灵力看起来挺唬人，但在化神看来漏洞百出。剑争不错，可惜太慢了。几十年了，二师兄你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！这剑意软绵绵的，没吃饭吗？口出狂言，我看你待会儿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！找死！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绝对的维度压制。给我碎！破！所谓元婴期的全力一击，在化神领域面前，不过是顽童挥舞的柳条罢了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败！这剑气怎么可能一触即散？无忌师弟，你居然已突破化神期！既然你们喜欢看戏，那这出化神归来的戏码，
不知大师兄可还满意？看来这100年也苦了你了。好剑，不该明珠暗投。不要，还给我，那是我的剑，武舅你不能拿走它。既然输不起，当初又何必拿它当博红颜一笑的筹码？二师兄，愿赌服输不是你平日里抢别人东西时最爱说的话吗？轮到自己就玩不起了。这剑我收下来，至于你们的戏，我不陪着演了。化神，燕无咎，你竟然藏得这么深！万万没想到，自从那日比试后，苏婉莹这鱼塘主竟然亲自下场钓我了。无咎师兄，这是婉莹亲手熬了3个时辰的雪山银鱼汤，希望能给师兄补补灵力。大清早的，这是给我上绿茶口味的早餐呢。无咎师兄，你可算醒了，这是婉熙亲手熬的鱼汤，特意用了雪山灵泉，你快趁热尝尝。什么？苏师妹，你把你那鱼塘里的鱼给炖了？师兄真会说笑，为了这汤，婉熙昨夜守了一整晚火候呢。这绿茶段位又进阶了。这月华灵鱼极难捕捉，婉英在天池守了大半夜才钓到2条。为了师兄的化神修为，这点苦不算什么的，师兄快尝尝嘛，这可是婉英的一番心意。这女人又在搞什么鬼？这汤该不会有毒吧？难道师兄还在怪我之前的无心之失？怪不得那些单身几百年的师兄弟们都着道了。这苏婉莹的道行属实是有点深啊。要不是我知道苏婉莹的为人，我此时恐怕已经被雕成翘嘴了。那朵9叶凝神花我已经炼化了，你不用在我这浪费时间了。我撂下一句话就想走。无咎哥哥且慢，那日见花欣喜，不小心得罪了无咎师兄，是婉英的错。此番前来正是特别向无咎哥哥赔罪。另外婉英修行一路还有许多晦涩之处不明，希望无觉哥哥有时间能够指点师妹一二。别叫我哥哥，女人只会影响我修行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，否则我把你鱼塘给炸了。燕无咎，你休想逃脱我的手掌心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苏婉清简直成了甩不掉的狗皮膏药，我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，殷勤的让人头皮发麻。我是打也打不走，骂也骂不走。你要实在是缺爱，玄清宗那么多男弟子，你去撩别人吧。再不济宗门口那条大黄狗也是公的，你去和他沟通沟通感情也行啊。那些人哪能跟师兄比？他们连师兄1/1000的风采都没有。我眼里只有师兄一人。造孽啊！毁，真他妈毁！当初在云斗台干嘛要那么高调？苟了几百年，最终还是没有忍住人前显圣，招来了这么个大麻烦。苏婉英，你少在这儿惺惺作态，我不像师兄们那样恋爱脑，你这套绿茶宝系对我没用。绿茶？师兄是说茶一样清雅回甘，让人回味无穷吗？好吧，我忘了咱们之间有代沟。唉，我知道你对我有些误会，但是我相信你如果深入了解我之后，肯定会知道我的好的。住手！快把你的小宝贝整走吧！你来干什么？他那么对你，我不喜欢。用你喜欢啊？无咎师兄那是和我闹着玩呢。二师兄，你个干啥啥不行的废物，还不快滚！而元婴期的二师兄就站在原地，任由只是金丹期的苏婉莹在那里打骂。没事儿，不用管这个废物。无觉师兄，你喜欢打我就接着打。可是目光所在，空空如也，我早就逃之夭夭了。好，燕无咎，我都这么低姿态了，你还如此羞辱我。既然你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玄清宗不允许有不喜欢我的男人存在。疼吗？不疼。打在你身，痛在我心啊。我不要你痛。其实我都是演戏给燕无咎看的。在云舞台时，燕无咎敢那么对你，当时我就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燕无咎付出代价。可是我实力欺微，只能假意接近燕无咎，然后再伺机为你报仇。我的苦心你懂了吗？你不必为我做到这种程度。你知道就好。那既然你不喜欢，那我们换个方式。
我要让燕无咎在玄清宗待不下去，你帮不帮我？帮。这日，我走在路上，就看见地上一个亮晶晶的东西。我捡起来一看，是一枚七彩手镯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7道光圈在镯身上流转，一看就非凡品。我正拿着手镯仔细端详，身后却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10余名玄清宗弟子从拐角冲出来，呈扇形将我围在中间。大师兄，二师兄，我说师尊送我的七星镯怎么不见了？原来是被无咎师兄偷走了。苏婉英指着我手里的手镯，双眼泛红，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。看着架势，我立刻明白了怎么一回事。这不就是绿茶小师妹的惯用手两嫁祸吗？什么七星装？你们都眼瞎了？这是就叫它七彩铁环吧？什么七彩铁环？这分明是你刚取的名字，举得还这么难听。哦，是你的。既然是你的法器，那你叫他一声，他能答应吗？当然，小七，小七，快到妈妈这儿来。我摊开手掌，七星镯在我手掌中心却一动不动。怎么会这样？苏婉英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，脸色发白。一定是你，是你在小七身上动了手脚，让他认不出我了。你这个小偷，还敢篡改法器认主！燕无咎，你身为玄清宗嫡传弟子，竟然公然触犯门规，偷窃其他弟子法器，你可认罪？我不认啊！啊！燕无咎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？看，我到化神期了，他们开始和我讲道理了。少废话，我不是讲道理的人，你们一起上吧！我燕某何惧？几个回合之后，所有师兄弟全部都躺到了地上。化神期这么屌吗？化神期啊！对不起，我们化神期就这么为所欲为。我满脸狞笑着走向后方的苏婉英。你要干什么？实在不行，七星镯我不要了，送给你了。师尊，你出关了！师尊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是无咎师弟，仗着修为高强，欺辱同门师兄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你们的修为怎么回事？怎么比我闭关前的修为还有所不如？难道是我闭关数10年，这世上只过了1日，梦醒了自己就出来了？回师尊的话，我们一直在教导小师妹，所以才疏于修炼，导致境界没有提升。小师妹，我何时收的徒弟，我怎么忘了？难道我真的傻了？是我下山游行时遇到婉英师妹，见其身世可怜，便自作主张替师傅收其做徒弟。身世可怜，你给他一笔钱就完事儿了呗？啊！该不会你们把自己的修炼资源都给了这个小师妹，把她强行提升到了金丹境，自己修为不进则退？你们糊涂啊！正在这时，师尊看到了我，眼神一亮：“哎呦，无咎，快来让师傅摸一摸，已经化神期了，不错不错。没想到最不被为师看好的你，最后却是最争气。”师尊，你要是不会夸人，可以不夸。师尊，无咎师弟他把我的七星镯抢走了。闭嘴！你看你修炼的那个死样，七星镯跟你也白瞎了，还不如给我的宝贝徒弟了。师尊，我们也是你的宝贝徒弟啊！滚！我没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徒弟。无咎啊，修炼可遇到什么困难，跟为师说，为师给你解决。翌日，师尊宣布将我立为真传弟子，将大师兄和二师兄的权柄全都移交给我。哼！昨天我说要将苏婉英驱逐出玄清宗，那群逆徒竟然说，如果苏婉一不在玄清宗，那他们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。师尊，您老稍安勿躁，别气坏了身子。无咎，这玄清派迟早需要你掌舵。如果你不想继承门派后自己光杆司令，孤身一人，就想想办法让你的师兄们回头是岸。拯救师兄们，我义不容辞。哦，你有办法了？当然，前提是你不怕到了天上被玄清派的列祖列宗狂揍。我对着师尊耳语一番，
师尊先是震怒，然后纠结，最终变成了妥协。于是我立刻领命下山而去。听说了吗？燕无就下山去了，不知道干什么。他干什么也休想动师妹一根汗毛，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，对抗师尊和燕无咎。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几天后，我带了一队打扮花枝妖艳的女人们回到玄清宗。几个师兄们哪里见过这种架势，当时眼睛都直了。就是这些雏儿吗？对的，有劳宝姐了。放心吧，事成之后别忘了答应姐姐的。你这个方法靠谱吗？放心吧，这些单身狗就是没吃过细糠，才会对苏婉银那么死心塌地。这回我包管他们实习之位，对苏婉银再也提不起兴趣。其实为师也一直是单身啊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还是注意身体要紧。这些合欢宗的妖女，你把握不住的。合欢宗，那不是魔宗吗？既然这样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为师作为正道领袖，让魔宗改邪归正的好事，理应也奉献一份礼。这位美女你好，本人乃玄清宗掌门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不喜欢岁数大的。于是师尊又备受打击地走了回来。师兄，你们不要上了这些狐狸精的当啊！师妹，你不要跟我说话，我怕宁香姑娘误会。是啊，红袖姑娘，我和我这个小师妹真的不熟。眼看众师兄急着和自己撇清关系，苏婉晴急得都快哭了。没事，师妹，你还有我。这回你知道谁是真正对你好了吧？幸亏有你们。我则暗自摇摇头，这俩人没救了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大师兄和二师兄就跟着苏婉离叛逃出玄清宗了。那一天，师尊独自坐在山头，仿佛老了10几岁。幸运的是，其他师兄浪子回头，迷途知返，纷纷开始疯狂修炼。毕竟谁也不想再被叫细狗。我再也不是细狗了。因此，玄清宗的新生代并没有断层。一晃，又是几10年过去了。这一年，我下山游灵时，又再次见到苏婉英。那时我经过一个村庄，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道。我进到村中，才发现是恶名昭著的傀儡宗正在屠杀村民。傀儡宗修行的是血魁术，擅长通过控制修士的神魂，然后将其肉身炼制成血魁。一旦血魁炼成，战力与原身无异。这种功法的弊端是血绰需要长时间饮血，因此傀儡宗魔修经常释放自己的血绰，乱杀手无寸铁的普通人，以普通人的血液喂食自己的血绰。我一想到傀儡宗的杀孽累累，顿时杀意狂涌，拿起紫电青霜剑，如砍瓜切菜般将傀儡宗魔修们杀了大半。这时一阵掌声传来，苏婉娇走了出来，身边还跟着一个浑身黑衣的公子。我倒是谁这么威风？原来是无咎师兄啊！我倒是谁这么风骚？原来是我的小师妹啊！不知道这次又抱上哪个大腿了。我乃傀儡宗圣子殷无忌，你就是最近名声大噪的玄清宗燕无咎。知道是我，还不乖乖跪下投降？好个小暴脾气，我喜欢。看来今天我能收获一个上等血魁了。师妹，你找男人的水平是越来越差了。希望我等会儿炼制你的时候，你也能这么嘴硬。我定睛一看，赫然便是大师兄和二师兄，只不过现在两人目光呆滞，显然已被炼成了血魁。你不过是一个化神期修士，这2名血魔也被我培养到化神期了，现在2对1，优势在我。你数学还挺好，可惜你算错了一件事，我早已不是化神境了。哼！什么？你不说他是化神境吗？怎么是炼虚期大能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离开玄清派之前，他确实是化神期啊。自从大师兄和二师兄叛逃后，玄清宗倾尽全力培养我，
我的修为增长自然就水涨船高。无救师弟有师弟，我们对不起你，我错了，我辜负了师尊的期望，误信了苏婉莹的话，被骗成为了血魁。该，确实是该。告诉师尊，如果有来世，我还做他的徒弟。你呢？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。这是殷无极见势不妙，打算开溜，不料还未逃出几米，紫电青霜剑就透过他的胸膛。燕无咎，我还是玄清宗弟子，你不要杀害同门，求求你，我可以服侍你，我会的可多了。就凭你，也配？对不起，我的剑不答应。燕无咎，你也杀了我吧，只是希望你念在师兄弟一场的份上，把我和婉莹葬在一起。不可能！二师兄闻言悲愤而亡。念在同门一场，我火化了3人，然后将大师兄的骨灰扔到高山上，二师兄的骨灰撒到河里，苏婉瑶的骨灰撒在空中。愿你们永远不再见。